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我在之前有介绍过 Filmora 这款我认为最适合新手入门的剪辑软体。它简单易操作，并且有很多免费的素材、特效等等，它能够让你快速的制作出好看的影片。它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剪辑软体。在那部影片，我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了 Filmora， 但是没有特别详细的告诉大家整个的操作流程，所以我就想制作一期新手的剪辑教程，来教大家如何使用 Filmora 来剪辑自己的影片。我会讲到所有你需要在剪辑影片的时候用到的功能，同时我还准备了一份高效剪辑的终极攻略送给大家，大家按照你们的方法，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，提高你的剪辑影片效率，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创造更多新的内容。我会把 Filmora 的免费下载链接以及这份攻略的链接放到底下的评论区，大家可以去下载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任何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当你打开 Filmora， 这里会让你选择你的屏幕高宽比，正常我们使用的就是16:9。然后这里你还可以选择1:1、9:16、4:3、21:9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新建项目，或者是打开你之前做过的项目。这里会有你过去做的项目。这里我们选择新建项目。这里给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版本的 Filmora， 你是可以更改成中文的，就像这里写的一样，你可以选择文件，然后找到偏好，在这里就可以更改你的语言。但是如果你是使用 Mac 版本，现在 Filmora 还不能够支持语言转换，所以暂时 Mac 版本只能够使用英文版本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Filmora 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 Filmora 界面非常的简单。首先我们可以在左边看到，这里有媒体、音频、文字标题、转场、效果、元素，还有屏幕分割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导入我们的文件，我们点击导入，现在我们就导入了我们的文件。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的文件需要按什么方式来分类，这里我选择的是按文件格式来分类，所以现在我的文件就分成了视频、图片还有音频。右边这里是预览区，你可以预览你的文件，例如我双击我的文件，它就可以再预览。如果你想停止播放，你可以按键盘上的空格键，或者点击这里，你可以播放也可以暂停。点击这里你可以快进一格，点击这里你可以后退一格，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全屏，在这里你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，这里你可以截图，这里可以更改一些设置，例如你想更改你的屏幕高宽比，在这里你就可以更改你的屏幕高宽比，例如你想选择其他的高宽比，你还可以选择你的分辨率，还可以选择你的帧率。在底下这里就是你的剪辑区，现在我们就选择一个视频文件，然后把它拉到我们的剪辑区里。现在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视频文件拉入到我们的剪辑区里。如果我们想看文件的更多细节，我们可以使用这里控制，例如我可以把它拉大，也可以把它缩小，同时这里也是同样的功能。现在我来教大家如何剪辑这个影片片段，例如我想在这里做个切割，我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剪刀，现在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就分开了。如果你想要删除这个部分，你可以点击这个垃圾桶。接下来我还想在这里做个剪辑，我可以点击这个剪刀，同样这一部分和这一部分也分开了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一部分删除掉。接下来我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导入我们的视频。首先你可以双击你想要的视频文件，现在它就出现在了预览区里。假如我们只需要截取其中的一个片段，我们可以设定它的起点和终点。例如我想设定这个点为起点，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，这个时候就设立了起点，然后你可以挪动这个终点。例如我的终点想要在这里，这个时候它就会只截取这一部分到这一部分。当我们选择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，然后往下拉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截取了这个片段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导入我们的 B-roll 文件，例如这是我的 B-roll 文件，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拉。现在这个 B-roll 文件就出现在了我本来的文件的上方，但是我不想使用这个整个片段，所以我需要给它做一些剪辑。现在我来教大家剪切的快捷键。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版本，那你就可以使用 Ctrl 加 B， 如果你是使用苹果版本，那么就是 Command 加 B。 例如我想分开这个点，我们可以选择 Command 加 B 或者是 Ctrl 加 B， 然后再截取这一点 Command 加 B 或者是 Ctrl 加 B， 然后我们可以把不想要的片段删除，然后对它进行挪动，现在它就出现在了我想要的地方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入图片，例如我想加入这个图片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拉下来。假如你不想让你的图片展示这么久的时间，
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最尾端，当出现了这个标志之后，你可以把它缩短，缩短到你想要的长度。那么现在你的图片只会持续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。现在我们可以调整图片的大小，我们可以双击这个图片，在这里可以选择调整大小，同时我们还可以旋转图片，我们还移动图片，移到我们想要的位置。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。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图片出现的太生硬了，我们可以做些效果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动画，然后选择第一个，你可以选择双击。现在我们就看到我们图片出现了一个效果。如果你想要回到最初的界面，大家可以点击这个空白区域。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初的界面。现在我们需要加入我们的文字标题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文字标题。Filmora 提供了非常多的文字特效供我们选择，这是我非常喜欢 Filmora 的一点。像其他剪辑软体 Premiere Pro、Final Cut Pro， 如果你想要利用一些特效字体，你需要额外花钱去购买，但是 Filmora 的软件里面已经免费提供了。例如我想选择这个文字效果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拉到我们的剪辑区里，调整它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可以修改文字，你可以双击修改文字。现在我们就修改好了文字，在这里还可以更改你的字体粗细、大小，还有颜色等等。我们现在来看看效果。总的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我还想再试一下别的特效。例如我想再试一下这个特效，我们可以直接再把它拉下来。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操作，我们不需要把之前我们的选择删除掉，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图层隐藏掉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眼睛隐藏，现在这个图层就已经被隐藏掉了。现在我们再来更改这个文字，点击这里可以修改大小，然后再调整位置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效果。我觉得第二个效果我比较喜欢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效果删掉。接下来我们要加入转场，转场的功能就是能让两个不同的画面进行顺畅的过渡。例如我们可以看这两个画面过渡，我想要让这两个画面能够顺畅的过渡，所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转场。Filmora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转场给我们选择。例如我点击这个转场，直接把它拉到我们剪辑区，拉到这两个画面的中间。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，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我想缩短这个转场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转场，然后把它缩短。我们再来看效果，现在它的转场的速度就快了很多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对这个画面加入一些效果，我们可以点击效果选项，这里有非常多的效果供我们选择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例如我想选择这个效果，然后把它拉到我们的时间轴上。现在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画面就有了这个效果。同样的，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元素。首先我们再加入一个视频片段。现在我就新增了一个视频片段，我们可以点击元素这个选项，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元素。例如我想选的这个元素，可以直接把它拉到剪辑区里。双击可以修改大小，这里可以修改大小，然后可以把它调整位置。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，同时它还有一些预设的动画，例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，双击一下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功能，叫分割屏幕。例如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模板，把它拉到我们剪辑区里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加入你的图片，然后你可以对图片做出调整。现在就出现了分割屏幕的效果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对视频文件做出调色，双击我们视频文件，这里就有一些选项供你修改，例如对比度、饱和度、亮度，你可以对你的视频文件做出修改。同时这里还要提供预设的颜色，会给你不同的颜色效果。大家都可以去试验一下。同时在高级设置里，我们可以进行高阶的调色，点击调整，在这里就可以进行调色。现在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音乐，在 Filmora 里有很多免费的无版权音乐供我们选择。现在我把音乐文件拉入到我们剪辑区里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的音乐文件，这中间的一条线是用来调整音量大小的。
往下拉就是调低音量，往上拉就是调高音量。同时可以双击这个音乐文件，这里我们还可以做出音乐渐入的效果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选项。现在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效果，就有一种音乐渐入的效果。在当你剪辑好影片之后，你就需要导出你的文件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导出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虽然 Filmora 可以让你免费的使用，但是如果是免费版本，你导出的文件会有水印，你只能升级成付费版本，这个水印才能够去除掉。在这里会有不同的文件格式供你选择，同时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子产品。然后 Filmora 还可以直接让你上传到 YouTube， 还有 Vimeo、DVD， 这里可以更改文件名字，这里可以选择保存文件的位置，然后这里可以更改一些设定，这里还可以选择影片的质量，有最好的，有不错的，有好的，这里还可以更改一些文件的设定。当所有都调整好之后，点击这个导出。同时，如果你想保存 Filmora 这个文件，你可以点击文件，选择保存为。如果你看完了这期影片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感觉到剪辑影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是的，如果新手想入门影片剪辑，其实并不需要利用那些复杂的剪辑工具，何况那些剪辑工具需要你花费几百美金，但是它并没有送给你那些免费素材、免费音效、免费文字特效等等。大家可以去免费下载 Filmora， 然后自己去练练手。同时，大家也别忘了去领取那份高效剪辑的终极攻略，一定会让你以最快的速度上手影片剪辑。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同时关注我的 IG， 那里我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